父皇，儿臣不敢欺君。六弟思养死士3000，暗藏兵甲，意图不轨。此事若不早断，必成大钱之祸。儿臣奉命搜查六弟别院，确实搜兵甲数百副，暗令17封。六弟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儿臣没有养私兵，那些兵甲，儿臣从未见过。请父皇给儿臣3日，儿臣定能查出幕后之人。3日？朕若给你3日，是不是还要给你调兵的机会？父皇宁愿信这些伪证，也不肯信儿臣一句。皇子与兵权本就是大忌，你有没有谋反之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了让天下疑心的可能。原来如此，儿臣今日才知道，清白不重要，父皇安心才重要。陛下，青瑶与六殿下婚约就此作罢。青瑶不愿嫁给谋逆之人。连你也信？殿下，青渊只是识时务。六皇子萧寒州私藏兵甲，图谋不轨，念其皇族血脉，免死。废皇子身份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北京。其母沈妃管教不严，打入冷宫。朕留你一命，以示父子情分。父皇今日留的不是命，是儿臣将来回来问罪的路。六殿下，哦不，现在该叫庶人萧寒州了。太子殿下说北境风雪太冷，怕你受苦，所以让我送你一程。看来我父皇还真是仁慈，前脚流放，后脚送葬。怪只怪你挡了太子的路。上路吧！想让我死，那就先拿命来换。杀敌成地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身份废皇子萧寒州，当前状态濒死，铁枷束缚，流放劫杀，斩杀敌人1名，获得杀敌值10点，新手奖励断家之力。这怎么可能？看来老天也觉得我不该死在这里。一起上，他只有一个人。殿下饶命，小人也是奉命行事。是太子让小人杀你，小人不敢不从啊！殿下，小人可以替您作证，小人可以跟您回京揭穿太子。回京？我现在回京，父皇只会说我畏罪潜逃，太子会说你被我收买，百官会说废皇子死而复生，必有所图。你不会替我作证，你只会替太子保密。斩杀敌方统领，杀敌值加50，奖励战场感知残。萧寒州这个名字暂时不能活，那就让他们以为我死了。这人还活着，带着干什么？北境征壮丁，一个壮劳力能换半袋粮，拖走。殿下，流放队伍遇山匪，庶人萧寒州尸骨无存，只找到烧焦衣物和残破铁甲。尸骨无存？好，那便永远不要有尸骨了。你确定他死了？萧寒州那种人，没亲眼看见断气，我不放心。押送统领也死了，随行刺客全灭，荒骨火痕、铁枷、衣物全都在。一个废了身份、没兵没权、重伤带家的人，凭什么活？从今日起，大前再无六皇子，宫中也不许再提萧寒州3个字。娘娘，北境来信了。
韩州到了吗？殿下流放途中遇匪，尸骨无存。不可能，我的韩州不会这么死。这小子命真硬，伤成这样还没死。送到军营，能不能换粮？北境缺兵，别说活人，就是半条命也收。交给征兵营，至少换半袋糙米。太子以为我死了，父皇也以为我死了，那便让萧杭州先死一段时间。姓名：秦晋。秦印从哪儿来的？逃荒来的。逃荒的、罪犯、乞丐、死囚都一个样，进杂兵营，领破甲一副，刀一把。活过3天，再来领第2顿饭。哼！新来的，细皮嫩肉的流民，看着不像能活过3天。怎么才算活得过？不逃，不饿死，不被蛮兵砍死，不被自己人抢死，4样战1样，都算你命薄。新人孝敬老兵，懂不懂规矩？现在懂了，有点意思。蛮兵小队袭扰粮道，杂兵营出50人拦截，让我们去，那不是送死吗？蛮兵骑兵，我们连甲都不全，怎么拦？军令如山，不去。现在就斩！走吧，北境的命不值钱。怕吗？怕，但怕不能当饭吃。是蛮族百夫长的人，这回真要死了！他们有马，我们怎么打？临阵脱逃者斩！娘，我不想饿死了。朕留你一命。秦晋，躲开！斩杀蛮兵1名，杀敌值加10。斩杀蛮兵1名，杀敌值加10。斩杀蛮兵3名，奖励出街骑士。斩杀蛮兵5名，奖励战场感知碎片。他真是新来的？都愣着干什么？跟着他杀！大前士卒也敢反冲！秦晋退！那是蛮族百夫长，你打不过。当前杀敌值80，可临时兑换破甲1击，是否兑换？兑换。兑换成功。当前杀敌值0。你是谁？秦晋。斩杀蛮族百夫长，奖励蛮语精通，奖励破甲高力，地路进度提升。杂兵营出了个怪物。这百夫长是谁杀的？这百夫长是谁杀的？回校尉，是秦燕杀的。若不是他，粮道已经丢了。一个杂兵能斩蛮族百夫长？马长道，你是老糊涂了，还是想替这小子冒功？监军大人，营中兄弟都看见了。战场混乱，谁看得清？本监军亲率援军赶到，保住粮道。此战功劳归我麾下亲兵。凭什么？人是秦晋杀的！军中乱言，按扰乱军心论处。你想死？检测到宿主军功被夺，当前杀敌值120，军魂值未开启。提示：忍一时可入局，争一时必暴露。凭什么啊？咱们死了这么多兄弟，最后功劳成了监军的，还给咱们每人2个硬馒头，打发狗呢？是吧？
北境就是这样，小卒杀敌，将军领赏。你今天要是争，明天就会被挂在营门口，说你冒功。那边军为何还肯打？因为身后是家，朝廷亏我们，监军抢我们，镇北侯压我们。可蛮子真打进来，死的是咱们爹娘妻儿。蛮兵夜袭粮仓杂崩营，立刻增援！又让咱们去送死！这一次，粮仓不能丢。你还想立功？不，我想看看谁在给蛮兵开门。大前内宴说了，东门守军最弱。快跑啊！蛮子进来了！杀敌值斩杀通敌军士，杀敌值加30。提示：通敌者视为敌军单位。西门有伏，撤样北道。谁在传令？这小子还会满语，他到底什么来头？写的啥？军中真有内鬼？不是普通内鬼，这封信的军印是镇北侯府的。秦介，这话不能乱说。镇北侯薛怀义掌北境10年，他要是有问题，整个北境都得他。他不是他说了算，是死在粮道上的兄弟说了算。谁让你们擅自行动的？我们守住了粮仓。本监军问的是谁让你们动的？杂兵营不听调令，擅杀守门军士，秦进，你可知罪？守门军士通敌，这是证据。什么密信？本监军只看见你杀了自己人。来人，把秦进押入死囚营。镇北侯府，我记住。秦燕，你不是能打吗？这里的人也都能打，希望你能活过今晚。新来的，懂规矩吗？什么规矩？跪下，把身上的吃食、衣服、刀都交出来，然后从老子胯下爬过去，爬得好，留你半条命。细皮嫩肉的，看着不像边军，倒像哪个富贵人家的公子。公子哥进死囚营，活不过一炷香。跪下，或者死。进！有两下子，可惜死囚营不讲单挑。检测到群战，可消耗杀敌值，兑换低阶近身搏杀，是否兑换？兑换。你是死囚营老大，是又如何？从今天起不是了。你想当老大？我不想当你们的老大，我想让你们活下去。从今日起，死囚营3条规矩：不抢百姓，不杀同朋，想吃饭就杀敌。凭什么听你的？蛮兵夜袭北寨，死囚营出战。就凭我能带你们活着回来。秦宁，你不是说带我们活着回来吗？这他娘的像能活？他们骑兵冲不起来，烧北坡断后路独眼狼，带10个人堵山道，其他人跟我从侧面杀进去。你让我堵正面？怕死！老子怕个屁！死囚营，跟我上！斩杀蛮兵，杀敌值加10，军魂值解锁进度增加。这人真把我们当兵用！别废话，跟上他！还活着，差点死了。不过你说的对，堵住山道，真能赢。死囚营守住了。他们叫什么？刘三、赵虎、韩瘸子，还有小豆子。记下，他们不是死囚，他们是战死的边军。死囚营初步归金，军魂值开启，奖励黑甲营训练法，当前军魂值100。秦进，此战你守住北寨，我会向上禀报。从今日起，你任小齐暂领死囚营27人。小齐大人，死囚营听令！听令！从今日起，死囚营改名黑甲营。六弟，一路走好，你的路，皇兄替你走。娘娘，喝点药吧。他们说韩州死了，可是我昨夜梦见他了。他站在雪里，浑身是血，却跟我说：“母妃，
等我回来。娘娘，我的儿子不会小摔断腿都不哭，被太傅罚跪一夜也不低头，他怎么会死在一群山匪手里？陛下说了，冷宫这位不用多照看，六皇子都死了，他还能翻起什么浪？韩州，你若还活着，就别急着回来，先活下去。父皇，六弟虽有大错，可如今已死，还请父皇节哀。死了也好，至少不会再乱。沈妃如何？听闻悲痛过度，病了，让太医院送些药。儿臣明白。怎么想起戴面具要活？秦音这个名字，萧焕州那张脸还不能戴上也好，以后蛮子看见你这张鬼脸，腿都得。那以后咱们小齐大人就叫鬼面小将。地路第1阶完成，身份废皇子暂时封存，新身份北境鬼面开启，目标更新，统领义军，奖励军阵推演出阶。萧寒州死了，下次回去的是秦业。参见鬼面小将！快报王庭，大前北境出了一个带鬼面的杀神。从今日起，你们不再是死囚营，你们是黑甲营。名字是好听了，可兄弟们还是一样吃不饱。小齐大人，你要真想让我们卖命，先让我们有饭吃。想吃饭可以，从今天起，黑甲营不养废物，辰时操练，50笔刀，夜里巡营，杀敌者多吃，偷懒者少吃，抢同宝者断手。断手？你吓唬谁呢？我说，不是比喻。你真敢管死囚营？我敢带你们活着回来，也敢让不听军令的人死在自己营里。黑风寨叛匪劫了3批军粮，北寨人手不足，只能派你黑甲营去探路。黑风寨山势险，匪众至少500，让20几个人去探路，这分明是送死！哼，秦晋不是能杀百夫长吗？区区叛匪有什么怕的？何时出发？今夜。黑甲营领令。知道这是他们借刀杀人，那就看看这把刀到底砍谁。这他娘的是叛匪，怎么看着像逃荒的？别轻敌，恶风的人比匪更狠。检测到目标群体异常，黑风寨人员构成：流民7成，逃卒2成，真匪1成。建议分辨敌民，滥杀无辜，将扣除地命前制。地命前制。镇北侯府不肯开仓，边军粮官倒敢把粮卖给蛮子。自今日宰一个粮狗，给山下死的人祭旗。我只是押粮的，不是粮官。谁？大前北境军秦念。边军。边军还有脸来？我们村上个月求粮，粮官说军仓空了，可昨夜我们亲眼看到粮车往蛮族方向走。粮车往蛮族方向走？装什么不知道？你们这些当兵的，吃朝廷粮，卖百姓命！放屁！老子兄弟还饿着肚子守北寨。我可以查，但你若击败无辜押粮时，你就是匪；你若带人拦卖粮贼，你还是大前百姓。你凭什么让我信你？凭我今日不先击败你，凭你寨里还有孩子，凭我也想知道军粮到底去了哪里。大当家，三当家带人抢了粮洞，往后山跑了。看来真匪露头了。
军粮果然卖给了蛮族。这帮狗东西，寨里孩子啃树皮，他们却藏军粮。哼，一个小旗也敢追老子！兄弟们，宰了他！敌方真匪判定成立，可斩杀。可斩杀。斩杀匪徒，杀敌值+5，黑甲营协同击杀，军魂值+10。军魂值+10。镇北侯府真够脏。他是我兄弟，他也是卖粮给蛮族的人。他拿你们当旗，拿孩子当盾，自己藏粮换命。我们孩子饿死，他却藏着粮。杀得好，这种人才是匪。黑风寨若继续劫军粮，明日北境军就会踏平这里。但若你们愿意交出真匪，青壮可便入府军。粮，我来想办法。一个小旗能开仓？不能，但我能抢回被卖出去的。军粮交易牵扯镇北侯府，你这是往刀口上撞。我已经在刀口上了。宿主救下辽民300，避免屠寨。地命值开启，提示：杀敌者可成将，救民者方可成帝。谁是秦燕？带鬼面的那个。北寨传信说你剿匪，我看到的却是一群饿得快死的百姓。所以我没杀他们。你不像北境军里的人。哪里不像？这里的人若接到剿匪令，多半先砍头，再报功。你先分人，再分罪，很麻烦，也很危险。不分清楚，刀就会砍到不该砍的人身上。他们不是单纯饥饿，吃过掺沙坏粮，肠胃都伤了。这种粮不是山匪能弄到的。镇北侯府卖军粮给蛮族，坏粮丢给灾民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有人该离去。这些粮本可算缴获，上报后换军功，你全分了，怎么交差？军功能填肚子。军中有规矩，私分军粮是重罪。这是黑风寨私藏粮，不是军粮。你这话骗不了军法官，那就骗到他们吃完为止。熬粥的时候放进去，能保住孩子的命。你不怕被牵连？我是军医，我只知道病人快死了就该救。地命值+100，获得民心种子。当前地命值100，可兑换安民州法。兑换1袋粮兑3锅水，加药草和盐，先给孩子，再给老人，最后青壮。小齐大人，发现运粮车队，旗号是镇北侯府，方向是蛮族边市。镇北侯府的车也敢劫，这要是被查出来，咱黑甲营全得被惩处。那就别让他们查出来。你想怎么做？等他们和蛮族接头，人赃并获。这次怎么少了2车？黑风寨出了点乱子，不过不影响。大前边军饿着，蛮王可不能饿着。我们在北寨啃冻馒头，他们拿军粮喂蛮子。等，替我向左贤王问好。镇北侯说，只要价钱够，粮甲不妨图，都好商量。动手！我们是镇北侯府的人，你卖的就是镇北侯府的人。留下买命钱，再留下身影。你会满语？你是谁？
击败蛮族商使，杀敌值加80，截获通国军粮，军魂值加200，发现镇北侯府通敌证据。别杀我，我只是奉命办事，镇北侯让我卖的，我有账本，有密信。账本在哪儿？这东西若交上去，薛怀义要击败你，那就让他先知道我不是那么好击败。放他走！不放他走，镇北侯怎么知道他的粮被谁劫了？秦境，一个杂兵出身的小旗，也敢查到本侯头上？传令，黑甲营剿匪不力，私吞军粮，秦境押回问罪。秦小姐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粮是侯府让我运的，银子也是侯府收的。你饶我一命，我愿意作证。作证？刚才你不是还挺硬吗？拿边军口粮喂蛮子，你也配活？秦姐，这东西不能直接交上去。镇北侯府在北京根深蒂固，若账册半路丢了，你也会跟着出事。那就不交，先让这批粮回到该去的地方。回哪儿？灾民嘴里，北寨锅里，战死兄弟的家里。截获通敌军粮，军魂值加200，地命值加100。提示：军粮归民，可据边地民心。黑甲营小旗秦燕剿匪不力，私吞军粮，擅杀侯府押粮官，奉镇北侯令押回侯府问罪。放你娘的屁！这粮明明是你们侯府卖给蛮子的。证据呢？开粮袋。今日起，黑风寨附肉迁入北寨外营，军粮先给伤兵，再给老人孩子，谁敢克扣，一律军法。秦燕，你这是擅分军粮。军粮若被卖给蛮族，才叫擅分；发给边军和百姓，叫物归原主。报，蛮族千夫长赤骨牙率3000骑兵南下，目标正是这批粮车。看来你们侯府丢的不只是粮，还有蛮族的信任。赤骨牙是蛮族千夫长，麾下都是骑兵，北寨守军不足，粮车又在这里，若强守，守不住。既然如此，就该立刻把粮车送回侯府，由侯府调兵护送，送回侯府，再让你们转手卖第二次。你放肆！闭嘴！仗打完前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先拿你祭旗。秦境真要打，800不足，对3000蛮骑，地形还不占优。谁说不占优？赤骨牙冲着粮来，就一定会走白狼沟，那里两侧高，中间窄，骑兵冲不开。我们把粮车摆进去，让他以为能一口吞下。拿粮车当饵？不只是粮车，我也当饵。大前人果然蠢，一支小队就敢押粮过沟，杀光他们，粮全带走。秦姐，说实话，我腿有点软。软就站稳，一会儿还要追杀。点火！入伏！黑甲营，随我冲阵！触发战场任务，以少获多，目标斩杀蛮族千夫长赤骨牙，奖励未知。鬼面小将，本将亲手摘了你的面具。击败蛮兵，杀敌值加10。黑甲营协同击杀，军魂值当前军阵推演生效，敌军阵脚混乱。哈哈哈！骑兵没了马，还不如老子这条瘸狗！大秦小卒敢坏我粮道，别应接！敌将力量高于宿主，消耗杀敌值兑换霍军刀式。当前杀敌值不足完全兑换，可燃烧军魂值临时补足，军魂值燃烧破军刀式临时开启。找死！
不是普通小卒，记住，杀你的人秦晋。击败蛮族千夫长赤骨崖，杀敌值加500，奖励破军高士，永久解锁，奖励军阵推演，中金军魂值加500，北境威名提升。这秦晋戴着面具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真是逃荒来的？不疼？疼有用吗？很多人疼了会喊。你不像流民，你会满语，会看军阵，会骑战，会忍痛，也有练刀的心伤。这不像一个普通逃荒人。你救人时，会问他们从哪儿来吗？我杀敌时，也不需要先说自己从哪儿来。可我得知道，我救的是将来会护北境的人，还是会把北境拖进更大麻烦的人。若有一天，我真成了麻烦，那就看你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这些人。秦燕，戴着面具，你身上有恨，但今日白狼沟，你没拿百姓当饵，所以我暂时信你。看什么看？吃完赶紧睡。谢谢叔叔。谁是你叔叔？老子是死囚。现在不是了，秦燕说了，你们是黑甲营。小齐大人，白狼沟一战死了6个兄弟，名字记入军册。他们家中若有人，粮先送过去；若无人，骨灰随军，等北境安了再葬。你不像小齐，倒像能带义军的人。那就先带好这一营，斩赤骨崖，800破3000。这个秦燕不能再留在小齐位置了，给他升，然后送他去燕回城。侯爷，秦念劫下粮车，手里恐怕有账册。若他把账册送到帝都，一个小齐的账册进不了帝都，但一个斩千夫长的战功必须进帝都。秦燕奉本侯之令，诱敌白狼沟，斩蛮族千夫长赤骨崖。本侯识人善任，北境大捷。侯爷是要把他的功变成您的功？功劳可以给他一点，官也可以升，人嘛，送到燕回城去，那里3000残兵，城破不过早晚，死人最会保守秘密。启禀陛下，北境白狼沟大捷，镇北侯麾下小将秦晋以800步卒破蛮骑3000，阵斩北族千夫长赤骨崖。800破3000，北境竟出了这等将才。秦燕，此人此前为何从未听过？据报，此人出身流民，入军不过数月，先斩百夫长，后收死囚营，如今又斩千夫长。北境军中已有人称他为鬼面小将。流民出身，却能杀出此等战功，好，传旨赏银1000两，赐玄铁甲1副，让镇北侯好生栽培。北境鬼面秦燕，为何听着让我心里不安？秦燕白狼沟斩敌有功，升百夫长，赐玄铁甲1副，赏银1000两。即日起，率黑甲营前往燕回城驻守。燕回城，那是北境最孤的城，3面荒原，1面断崖，城中只有3000残兵。蛮族若南下，那里首当其冲。这不是升官，这是送死。秦百夫长，侯爷说了，燕回城若守不住，便不必回来了。替我回侯爷一句，燕回城我会守，但我若活着回来，有些账也该算了。这就是燕回城，我还以为是座城，结果连个像样城门都没有。燕回城3面荒原，
一面断崖，北蛮若南下，第一刀就砍在这里。可朝廷这些年不修城，不拨粮，只把这里当边境坟场。见过秦百夫长。就这些人，城中帐上3000兵，能拿刀上城墙的不到1800，剩下的不是伤兵，就是吃空饷的名字。粮呢？3日，只够3日。镇北侯府说，粮道被黑风寨叛匪劫了，让我们自筹。他们不是战败，他们是被饿垮的。你怎么来了？北寨伤兵太多，我跟着粮车来的，顺便看看你这位鬼面小将能在燕回城活几天。镇北侯府拿这种东西为守城兵，我们向上报过，报一次，粮少一批。后来，狼骑30几万，人数至少3万。3千残兵守3万蛮敌，却怀疑这是让我们死。不，他是想让我们死的有价值。城破，罪归秦燕。城守，功归镇北侯。传令，开军仓，把所有粮拿出来。今日全城吃饱，吃完就没了。饿着上墙，必死；吃饱杀敌，还有生路。日落之前，踏平燕回。多少年没吃过热的了，真给我们吃，不留给军官？废话，秦百夫长说了，全城都吃。谁敢私藏，老子先砍他！你们被丢在燕皇城很多年，上面克扣粮饷，下面吃空军饿。你们守的是北境第一城，吃的却不如蛮族马料。但今日不同，今日我在这里，黑甲营在这里。你们若想活，就听我的；你们若想死，也先给我杀够本再死。这话听着像人话，我夸呢。城中所有能搬石的搬石，能烧水的烧水，能拉弓的上墙。伤兵不必冲锋，守器械；老兵教新兵，黑甲营督阵。那逃兵呢？秦将军饶命，我们不想死。想逃可以，但城外30里全是蛮骑，你们出了城活不过半个时辰。我不拦你们，只问一句：死在蛮人刀下，还是站在城墙上杀一个够本？我上墙。东墙低，蛮骑会从这里佯攻，真正主攻在西门，那里城门旧，壮木3轮壁列。你第一次来燕回城，却比守城10年的校尉还清楚。城是死的，破绽会自己说话。你身上的皇家印，也是自己说话的吗？江姑娘，你说什么？我不问，但你最好活下来，活下来，我才有时间弄明白你到底是谁。那就先守住这座城。来了，果然是西门。滚石，快放滚石！再撞2次，门就破了。火油，火油不够，那就用周油、马粪、松脂，全倒下去。这也能烧？能不能烧，烧了就知道。继续撞，谁退斩！开门！门洞绞杀阵生效，黑甲营协同击杀，军魂值加100，燕回守军士气上升。痛快，这才叫打仗！西门守住燕回！传令，东墙甲退，放他们爬上来。还放？他们以为西门被拖住，
东墙就是机会。我要让他们把预备队全压上来。大前守军撑不住了，全军压上东墙。关门打狼。大前人跑了，抢城！你什么让人挖的坑？他们吃饭的时候不是在煮粥？所以锅少了一口。你小子真是连锅都算计。留守上。守城战局优势形成，军阵推演终结完善，变回守军军魂出具，可发动孤城反击。发动！黑甲营，跟我冲！大前残兵也敢出城！别死！斩杀蛮族主将，杀敌值加800，军魂值加1000，地命值加300，完成战场成就3000或3万奖励，攻城军旗。3000残兵，真守住！必须平报侯爷，秦军没死，燕魂城也没破。你再晚半刻回来，血就流干了。死不了。每个快死的人都这么说。秦晋，大前普通流民，带不上皇家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曾在军医旧档里见过这种伤，皇族重犯，废爵流放，才会落这种印。你不是逃荒来的，你是被流放来的。秦将军，秦将军！他们信你，我也愿意信你，但我想知道，跟随你的人，最终会被你带向哪里？北境、帝都，还是一条复仇的不归路？若我说，我自己也还没想清楚呢。我原本只想活下去，回去问罪，可到了北境，我看见他们吃没粮，看见他们被夺宫，看见他们离去了也没人记名字。我忽然觉得，我要问的不只是自己的愿。我儿子离去在这城里3年了，第一次有人给他刻名。你不说，我不问。但如果有一天你要回帝都，我只问你一句：你是为了夺回自己失去的东西，还是为了让这些人不再被抛弃？秦将军，镇北侯府急令，侯爷乘宴回大捷，乃其调度有方，命将军立刻押送蛮族主将、首级和战报回侯府。又要抢攻！燕回城刚守住，他就伸手了。你笑什么？我正愁账册送不到他面前，现在他自己请我去了。传令黑甲营，带上蛮将首级，带上通敌账册，去镇北侯府。3000破3万，秦晋啊，秦晋，你越能打，就越不能活。这路太近了，不像去侯府领赏，倒像去坟地报道。镇北侯绝不会让账册活着送到他面前，今晚怕是有埋伏。你明知有埋伏，还要走这条路？不走这条路，他们怎么动手？你在吊他们？燕回城刚刚大捷，若我空口说镇北侯府通敌，没人信；但若镇北侯府急着击败我，证据就多了一层。
你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危险的位置。因为我站在前面，他们才敢跟。击败秦孽，夺帐侧。果然来了。斩杀敌方刺客，杀敌值+20，检测到敌方身份，镇北侯府暗卫，任务触发，反杀刺客，保全帐侧。镇北侯府暗卫，看来薛怀义比我想的还急。死人不需要知道太多。别急着离去，你要替你家侯爷多说几句话。想服毒，晚了。有这印记，薛怀义抵赖不了了。不，这还不够，我要他亲信当着全军的面开口。我来审吧。死囚营出来的，别的不会，折腾人有一套。不用刑。不用刑，他能说？你叫赵镇北侯府暗卫统领，10年前入府，7年前替薛怀义击败过告军饷的老卒，3年前你弟弟战死在北荒，可他的抚训银被侯府鬼市吞了，你替薛怀义卖命，到头来你怎么知道？燕回城老账，你弟弟赵平战死白沙口，账上写着抚恤30两，实发3两，剩下27两入了侯府司库。你替他击败我，他却连你弟弟的命钱都吞。赵恒，你到底是暗卫，还是他薛怀义养的一条狗？我若开口，我全家都活不了。你不开口，薛怀义会让你全家活。你任务失败，已经是弃子。今日你说我保你家人进燕红城，今日你不说，我把你交还侯府。你猜薛怀义会不会赏你一口饭？他着了。会着，只是还差一把火。什么火？赵恒的家人。你昨夜就派人去接了。刺客赶来，说明薛怀义急了。他一急就会灭口，我只是比他快一步。当家的，别再替侯府卖命了。他们昨夜派人来抓我们，是秦将军救了我们。我说，我全都说。从今日起，燕回城重编军制，黑风寨轻壮，愿从军者入府兵营；燕回伤兵能守器械者入守械营。黑甲营扩编为300人，不问出身，不问前罪，只问3件事：敢不敢杀蛮子？敢不敢守百姓？敢不敢不抢自己人？黑甲营独眼狼，愿听将军号令。愿听作匪，也杀过人。秦将军若不嫌弃，我愿带寨中青壮守燕回，以后不劫粮，只杀敌。你叫什么？周烈。周烈。从今日起，你为府兵队长，若再敢抢百姓，我亲手斩你；若战死，你名字入今任军册。谢将军。飞甲军规今日立下：第一，军粮新伤兵在老幼，在青壮，军官最后时；第二，战功击倒人民，不许冒领；第三，通敌者、克降者、抢民者斩。我儿子死了3年，终于不是阵亡一名了。军魂值暴涨，黑甲营扩编成功，获得黑甲军旗，军魂阶段提升，散兵成军。秦自齐，你这是要自立军号？我不想再让他们挂着薛家的旗去死。这面旗若传出去，薛怀业必杀你。他已经杀过了。报，镇北侯府使者到，带了3000侯府亲军，说要接管燕回城。秦晋抗令不遵，私设军号，已有反意。侯爷有令，拿下秦晋。秦晋
你不过区百夫长，竟敢私设秦字军旗，收编叛匪，擅分军粮。镇北侯有令，卸甲受缚，随我回府问罪。又是问罪！你们侯府除了问罪，还会不会杀蛮子？求贱徒也敢插嘴！薛川，燕回城3000残兵守3万蛮骑时，你在哪？蛮族撞西门时，你在哪？城中断粮3日时，你在哪？如今城守住了，你来接管。燕回大捷，乃镇北侯调度有方，你不过是奉令行事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。放屁！将军吃住都在城头，侯府连1粒米都没给过，谁敢再乱言，军法处置。军法正好，今日我也要用军法。赵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薛川，侯爷派我杀秦将军，我失败了，他又派人去抓我妻儿灭口。你说我怎么在这儿？胡说八道！赵恒已叛。镇北侯府私卖军粮给蛮族，派暗卫刺杀边将，克扣抚恤，吞军饷，养寇自重，证据在此。我今日不反大前，我只问镇北侯府边军的粮为什么会在蛮族手里？战死兄弟的抚恤为什么会进侯府司库？守燕回的是谁？卖燕回的又是谁？妖言惑众，给我拿下！薛川，你要么下马受审，要么我现在斩你祭旗。薛川，镇北侯府亲军统领，受薛怀义之令前来燕回夺军权，同时携带空白罪书3份：其1，秦晋私吞军粮；其2，秦晋勾结叛匪；其3，秦晋私设军号，图谋不轨。好家伙，罪名都提前写好了，我们要是昨晚死在路上，是不是坟头都能直接刻字了？你认不认？我乃侯府亲将，你无权审我。燕回城战时军法由守城主将执掌，而燕回是我守下来的。你敢动我，侯爷不会放过你。那就让他来。我赵恒，镇北侯府安卫统领，奉薛怀义之命，于燕回归途刺杀秦将军，夺取通敌帐册。若失败，灭我家口，以绝后患。我愿以命作证，镇北侯府通敌属实。我儿子的抚恤是不是也被他们吞了？我男人战死白沙沟，家里只收到3桶烂米。我们不是天生相反，是他们把粮卖了，让我们没活路。赵恒被秦晋收买，账册也是假的。带证人。小人愿作证。这些年，侯府每年虚报军额3万，克扣军粮10之3四，卖给蛮族的粮都是从北境军仓转出去的。从今天开始，秦燕不再只是鬼面小将，他已经成了北境军心所向。公开军审成功，燕回军民归京，军魂值加3000地命值，加1000解锁。铁血军法提示：宿主已正式踏入统帅之路。薛川奉命夺军，刺杀边将，协助之燕通敌罪证，按北境战时军法斩。秦晋，你敢！我是镇北侯族人，我是薛家人。秦将军，秦将军！好，秦燕，你终于敢反咬本侯了！传令，开边门，让蛮族屠燕回！我要这座城替薛川陪葬。薛川死了，燕回城没破，秦燕还敢在全军面前审我侯府的人。侯爷，此人已经得了军心，若再不除，恐怕北境中营都会倒向他。哼，军心，军心这种东西最怕一件事，什么？怕死人。死的多了，他们就会找一个人来恨。秦燕既然想当北京英雄，那本侯就送他一场大祸。传令白沙口守将，今夜3更撤防半刻，让北蛮进来。侯爷，白沙口后面是青石堡，那里有几千百姓。那就更好了，百姓死了，朝廷才会震怒。到时候本侯就说秦晋私设军旗，擅杀侯府将领，才引来魔族屠城。你不是要查本侯吗？
那就先从死人堆里爬出来。满族一入宫，青石堡就完了。侯爷有令，违令者死。人。替我谢镇北侯，这条路开得很顺。秦将军，白沙口失守，蛮族骑兵直奔青石堡。青石堡有多少百姓？3700户。白沙口怎么会失守？那里虽不是大城，但守军足有1000。蛮族若想强攻，不可能半夜无声入关。不是失守，是有人开门。薛怀义这个老狗！秦将军，青石堡没有多少兵，若蛮骑杀过去，最多1个时辰，堡中百姓就完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若救，燕回城兵力空虚，他可趁机夺城；我若不救，青石堡被攻，他就说我为一己私怨，误了边防。无论如何，罪都扣在我头上。那怎么办？救人，城也要守，账也要算。黑甲营随我急行青石堡，燕回残兵守城，不准出。准备后车安置。阿叔，盯住侯府军，他们敢靠近城门，先射再问。镇北侯说了，杀得越乱越好。明日，大前人会把这笔血债算到秦念头上。黑甲营，一个不留。来得正好。镇北侯说，只要你死在这里，边关就是他的。这句话，我会让你当着全北境再说一遍。救人别恋战，女人孩子往西向走，老人跟上。斩杀入境蛮兵，杀敌值+10，解救百姓，地命值+20。当前青石堡百姓存活数量上升。鬼面小将，你救得了一条街，救不了一座堡。这刀法不像大秦边军。像不像不重要，我杀你就行。又想死？你们这些人怎么都一个德行？将军，我听见了，他们说是镇北侯让他们杀乱一点，他们还说要嫁祸给您。你叫什么？陈安。怕吗？怕，可我爹娘都死了，我想让害他们的人偿命。这老狗真他妈不是人！把活着的蛮将带回燕回，把陈安也带上。这一次不在军牢里审，你要当众审。我要让北境所有人都听见。前进多了，敢进城门者射。镇北侯有令，秦晋擅杀侯府将领，私设军号，导致蛮族入关。燕回城立刻交出城防。秦将军不在，城防不交，你一个断臂老卒也敢抗侯爷军令？老子断了一条胳膊，还剩一只手，射你够了。秦晋，你竟敢私自离城！我离城救人，你带兵夺城，到底谁该问罪？青石堡被屠，正是因为你擅杀薛川，激怒蛮族。那就问问他，谁让你们入关？有本事杀了我！北境军医不只会救人，也知道怎么让人扛得清醒。不用，你不说，我就把你交给青石堡百姓，他们的家人死在你刀下，你猜他们会不会让你说？白沙口是白沙口守军撤防，我们接了镇北侯府的令，尽管图青石堡，令上写的清楚，乱越大越好，罪归秦晋。我也听见了，他们亲口说是镇北侯让他们杀。
拿下！宴回若乱，夺城；秦剑若归，杀！传令北境诸营，3日后，宴回城公开军审镇北侯薛怀义。今日军审，不审小卒，不审百姓，审镇北侯薛怀义。秦晋，你虽有战功，却只是百夫长，你凭什么审镇北侯？凭燕回城3000残兵守住3万蛮骑，凭青石堡3700户血债，凭边军10年被克扣的军饷，凭那些战死却连名字都没记进军册的人。燕回救军，吃空饷1200名。我儿子的抚恤，是不是也被薛怀义吞了？我男人死在蛮刀下，是不是也是他们放的蛮子？待证人。我赵恒，镇北侯府暗卫统领，奉薛怀义命刺杀秦将军，夺通敌帐册，并奉命灭我妻儿口，以绝后患。白沙口边门是代北侯府要我们屠青石堡，嫁祸秦燕。我有罪，是侯爷不开，我全家都得死，青石堡就死了。宿主威望突破，北境军心开始脱离镇北侯府。秦燕，本侯乃朝廷亲封镇北侯，你私设公堂，审问朝廷侯爵，形同谋反。薛怀义，圣旨若护忠臣，我敬；圣旨若护卖国贼，今日我连圣旨一起斩。秦晋，本侯奉陛下圣旨镇守北境20年，你一介百夫将，私设军审，诬陷侯爵，斩杀侯府将领，你还敢说自己不是谋反？薛怀义，圣旨封你镇北，不是让你卖北境。朝廷给你兵权，不是让你吃空饷；边军叫你侯爷，不是让你开边门放蛮族屠城。好一张利嘴！证据呢？谁能证明本侯通敌？带人。侯爷，是您下令让我撤防半刻，白沙口若不开，蛮族绝进不来。我听见蛮兵亲口说，是镇北侯让他们杀乱一点，再把罪扣到秦将军头上。我爹娘不会替仇人说假话。胡说！此人被秦燕收买，供词不可信。军粮去向，蛮族金银，虚报军额，战死抚恤，每一笔都有你镇北侯府私印。秦燕造反，拿下！谁敢动秦将军，先从老子尸体上踏过去！北境军护秦将军！杀！你们要反了吗？反的不是北境军，是你薛怀义。秦晋，圣旨在此，你敢动本侯，就是抗旨。圣旨护忠臣，我跪；圣旨护国贼，我斩。你真敢！秦将军，我们报仇了！斩杀国贼薛怀义，军魂值暴涨，北境军心归附，解锁玄甲铁骑训练法。报！北蛮王庭出兵，蛮王吴古烈亲率20万铁骑南下，扬言7日内踏平北境。蛮王吴古烈亲自南下，20万铁骑。如今镇北侯已死，各营尚未完全整合，真打起来，我们未必挡得住。朝廷若知道秦将军斩了镇北侯，只怕第一件事不是派援军，而是问罪。问罪！他们有本事先来宴会看看这些尸骨。要不是秦将军，北境早被薛怀忠卖空了。眼下最麻烦的不是朝廷，是北蛮不会等我们理顺军务。乌古烈不是来抢粮的，他是来趁北境换主，一口吞下3关。
风狼山若失，后面就是平原。蛮骑一旦冲开，北境百姓挡不住。那就不让他冲开，所有骑兵归并，所有缴获战马集中，全部重新编练。我要在3日内练出一支能冲蛮王中军的铁骑。3日？这怎么可能？不是练新兵，是把能跟我冲锋的人变成一把刀。从今日起，这支骑兵名为玄甲铁骑。入玄甲者，军饷优先发；战死者抚恤入户。冒功者斩，弃袍虏者斩，抢百姓者斩，临阵退缩者也斩。我不许你们白死，也不许你们无名而死。若此战败，我秦晋死在你们前面。玄甲铁骑，愿随将军死战。老祖马长刀，愿为将军执旗。愿随将军死战。玄甲铁骑出城，军魂值持续上涨，奖励玄甲冲阵。提示：军魂越盛，冲阵越强。这个人若真回到帝都，绝不会只是为了复仇。皇上，镇北侯死了，斩他的人正是鬼面秦燕。大前皇帝眼瞎，这样的狼崽子竟被他丢在北境。传令，全军压向风狼山，本王要亲自会会他。皇上，区区秦燕不过是大前内乱里冒出来的小将，何须王上亲自出手？给我3万骑，我今夜就踏平燕回。赤骨崖也是这么想的，他的头现在挂在燕回城上。秦燕能3000破3万，能斩薛怀义，能让北境残兵归心。这样的人不是小将，是王种。皇上的意思是，他有帝王之相。大前皇帝若识货，就该立他为太子。可大前朝廷只会猜忌功臣，宠信蠢货，所以这种人若不能为我所用，就必须趁他还没长成之前碾死。3路进军，左路攻黑石岭，右路绕白沙口，中军直压风狼山，逼秦燕分兵。他若救一处，另2处必破；他若不救，北境民心就会反噬他。遵王命。这蛮王够狠，3路同时压过来，哪一处都不能丢。秦将军，若分兵，我们兵力不够；若不分，黑石岭和白沙口撑不了多久。乌古烈想逼你顾此失彼，你救哪里，他就打哪里。不救，不救！黑石岭和白沙口都不是乌古力的真正目标，他要的是我分兵。我若分了，玄甲铁骑就成不了刀，所以我不救山口，我打中军。你的意思是，直取乌古烈？他想逼我分兵，我就逼他回援。蛮王中军一乱，左右2路自然会停。这是赌命。北境这盘棋，本来就是用命下的。陛下，镇北侯薛怀义被秦晋斩了，蛮王乌古烈亲率20万铁骑南下，北境危矣！一个边将，竟敢斩朝廷侯爵，他眼里还有没有朕？陛下，秦念虽斩镇北侯，却也送来大量罪证。薛怀义私卖军粮，虚报军额，白沙口开边门，证据俱在。若这些属实，薛怀义死不足惜。可秦燕未请圣裁，擅杀侯爵。今日他能斩镇北侯，明日是不是就敢不奉朝廷军令？父皇，此人功高胆大，若不压制，必成边患。儿臣建议立刻派禁军前往北境，接管军权。太子殿下，乌古烈已经南下，此时夺秦晋军权，北境必乱。难道任由一个不听朝廷号令的人统兵？若此时不用秦晋，北境谁能当乌古烈？传旨，镇北侯薛怀善通敌一案，战后再审。秦晋擅杀侯爵之罪，暂不追究，即刻封秦晋为北境诸军临时统帅，节制燕回白沙黑石3关兵马，
命其不惜一切代价挡住蛮王乌骨烈。陛下英明。父皇，此举会不会让秦晋做大？他若败了，死在北境，自然做不大；他若胜了，朕再召他回朝封赏。到时候进了帝都，世龙也得盘着。儿臣明白。秦燕，你最好死在北境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秦建暂任北境诸军统帅，节制3关兵马，抵御蛮王。若胜，回朝受赏；若败，军法论处。哼，赢了赏，输了杀，这朝廷算盘打得真响。至少现在名义上，北境诸军能听秦建调度。告诉陛下，北京我会守，但这不是替他守，是替北境百姓守。全甲铁骑，助我迎蛮王！写什么呢？不会写字，让人帮我刻了个名字。以前死了没人知道，现在总得让人知道老子叫独眼狼。这名字不像好人。老子本来也不是好人，但跟着秦将军以后，至少没再做畜生。你这身体，明日还要冲阵。我不冲，玄甲铁骑就不会冲得够深。你现在是统帅，统帅不该总把自己当先登死士用。我若站在后面，他们会觉得自己被当成棋子；我站在前面，他们才知道我和他们压的是同一条命。你到底是谁？一个流民不会有皇家印，一个普通小卒不会说朝廷算账的口气。你每次望向帝都，都不像看故乡，像看一个仇人。诸位，明日一战，我们面对的是北蛮王营20万铁骑，他们想踏平3关，屠我城池，抢我粮，杀我民。朝廷会不会记得你们，我不知道；史书会不会写你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我秦晋记得。所有参战者名字已入军册，活着的领功，死了的抚恤入户。若我死了，江兆业、马长刀、独眼狼继续执行；若他们也死了，军册送往3关城门，让北境百姓替你们记着。明日我率玄甲铁骑直冲蛮王中军，我不求你们不怕，我只求你们怕也别退，因为我们身后是北境。北境诸军均得过名，玄甲铁骑士气达到巅峰，风狼山决战任务开启，目标斩蛮王乌骨烈。秦晋，让本王看看你这头被大钱丢掉的狼究竟能有多深。你就是秦晋？是。大前皇帝眼瞎，能斩镇北侯，能3000破3万，能让一群死囚残兵为你卖命，这样的人，竟被他们放在边关送死。你想说什么？来我北蛮，本王封你为南院王，大前给不了你的兵权，本王给；大前不敢给你的王位，本王给。你我联手南下帝都，平分天下。这蛮王还真敢说！乌骨烈，你说错了。我不是为了大前皇帝打仗，也不是为了朝廷那帮蠢货守城。我身后是燕回，是白沙，是青石堡，是吃不上军粮的老卒，是被开边门害死的百姓，是被你蛮刀追得无处可逃的孩子。他们不想换一个主子，他们只想活。所以，我不会投你。我会斩你！好，本王最喜欢咬人的狼，
可惜，狼若不归顺，就只能剥皮挂旗。北境军迎战！将军，正面已经打起来了，咱们不冲中军，跑后面来干什么？乌古烈带20万铁骑南下，粮草必重，蛮骑可一日奔袭100里，但马和人都要吃，断他粮道，逼他乱。可要是正面撑不住呢？江昭也会撑住，他知道我需要多久。将军倒是信江姑娘。快些！皇上今晚要在风狼山下设宴，大前残兵撑不了多久。设宴，那就给他烧一锅大的。敌袭！敌袭！袭击敌方粮道，军阵推演生效，敌军后勤混乱度上升。不能烧！不能烧！这可是王庭半月粮草。那正好，烧半月，够亮它。你们完了！皇上不会放过你们。回去告诉乌古烈，他的宴席，我替他点了火。接下来，轮到他的人头上桌。撤！不追！不追！粮烧了，信带回去，比杀光他们更有用。皇上，粮道被袭，半月粮草全烧了。秦晋，你敢断本王的粮？江姑娘，蛮族左路压上来了。他们人数太多，再不退就被包了。退，不是溃退，按秦晋留下的第2套阵图退，攻旗先走，步兵慢退，旗帜别倒。我要让他们以为我们撑不住了。诱敌！秦晋在后方烧粮，我就得把乌古力的左路军拖进他回院不了的位置。哈哈哈哈！大前军退了，秦晋不在，杀穿他们！友军将赵烨触发攻旗诱敌，蛮族左路军追击过深，敌军阵线拉长。不对，这里太安静。怎么，不敢追了？一个女人也敢挑衅本将，冲进去，拿下她！放！撤！快撤！你走不了。传令秦晋，左路已废，乌古烈该回头了。粮道被烧，左路军覆灭了。好，本王不等了，中军压上，亲战秦野！
本王亲自来取你头颅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将军，你的刀很快，可你的力不如本王。敌方目标北蛮王乌古烈，敌将强度极高，建议消耗杀敌值、军魂值、地命值，临时开启真龙地命残。开启。那是龙气。旗不能倒，亲自旗不能倒。独眼狼，战！龙马，别好，老子还没死。旗，给我举稳。全甲铁骑，布阵！亲自旗不倒，北境不退。这张脸不像流民，你到底是谁？杀你的人。秦晋，本王承认，你是本王见过最像狼的大前人。可惜，狼再凶，也要死在王手里。秦晋，避开！地命值燃烧，军魂值共鸣，真龙地命残突破，临时解锁斩王一刀。这一刀替燕回战使者斩，替青狮亡魂斩，替北境百姓斩。大前皇帝真是眼瞎。王子，安王子，安王已死，北境军杀！你还活着吗？暂时。你刚才身上的龙气，我看见了。秦燕，你到底是谁？等回朝受封那天，他们会知道，你也会知道。斩杀北蛮王乌古烈，杀敌值暴涨，军魂值暴涨，地命值暴涨，任务完成。风狼山决战，称号解锁，北境战神真龙地命出行。陛下，风狼山大捷，秦印斩蛮王乌古烈，北蛮20万铁骑溃败，北境守住了。好，好一个秦印！传旨，召北境战神秦孽回京，朕要亲自封赏。秦乐，绝不能让你活着回京。将军，乌古烈死了，北蛮退了，咱们赢了。赢的是北境，死的也是北境。你的伤再不处理，撑不到回营。你现在是北境统帅，你倒下，伤兵只会更多。你答应过，风狼山打完，告诉我你是谁。还不到时候。
等我回帝都，他们知道的时候，你也会知道。帝都。秦将军，帝都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秦念斩蛮王乌古烈，凭北蛮之祸救大前江山，即刻回京入朝受封。朕将亲赐王爵，以为北境之功。封王？大前多少年没封异姓王了？封王？镇北侯刚死，他们就急着把将军调离北京，这酒不好喝。帝都封赏是假，夺兵权是真。将军，不能去。你明知道帝都有刀，还要往里走？去，有些账在北境算不完，也该让他们看看，当年被流放的人是怎么从死地走回来的。不能让他活着进京。传令，黑水关设伏。将军，这地方不对劲儿。海京，鸟声没了，有人埋伏。太子，你怎么知道？能知道我回京路线，又敢在帝都进关劫杀我，除了太子，没几个。杀秦燕，一个不留！玄甲散阵，护江衣关。独眼狼，带人上崖留活口。早等这句话了。禁军，太子还真不装了。北境战神也不过如此。谁派你来的？太子的狗嘴还挺硬。你们这群人是不是都喜欢把毒藏牙里？将军，全是东宫死事，要不要把人头送进宫？不急，我带活顾进宫，让太子亲眼看看他派来的人是怎么跪在我面前招供。废物！秦燕必须死在封上大典之前。那就是秦晋，听说他3000破3万，还斩了蛮王。怎么戴着面具？莫不是脸上有伤？我回来了，只是这一次，不是被枷锁押进城。这个背影，侧妃娘娘，您认识秦将军？不像，那个人早就死了。黑水关活口被秦晋带进城了，若在封赏大典上发难，恐怕……不可能，他没有证据证明是本宫派的人。可东宫死士身上的密文，瞒不过刑部。那就让刑部闭嘴。封赏大典上，父皇会赐酒，酒里有什么？殿下要杀秦虐，怎么，你心疼？
妾身只是觉得他刚立下大功，若死在帝都，恐怕天下非议。功高震主者本就该死，更何况我总觉得这个人让我不舒服，像一条从坟里爬回来的恶鬼。听说北境战神今天入京了。韩châu，韩châu吗？是你回来了吗？宣北境统帅秦晋入殿。陛下，这便是蛮王首级，北境大捷，实乃天佑大前。秦燕，你平北蛮，斩蛮王，救北境，有不世之功。朕今日要封你为镇北王，赐王府，赐金印，赐紫袍玉带。来，秦晋，饮了此酒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朕亲封的镇北王。怎么，怕朕的酒？臣不是怕酒，臣只是想问一句：陛下封臣之前，可查过黑水关刺杀案？臣奉旨回京，路过黑水关，遭300死士劫杀。这些人身上皆有东宫秘密，请陛下先问问太子殿下，为何臣还没进帝都，东宫的人就急着要臣死？秦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区区几个刺客，便敢攀压本宫！是东宫詹事给的令，说秦念若入京，必成太子大患。胡说！拖出去斩了！殿下这句斩了，臣听着很熟。当年太极殿上，也有人这么急着让我死。秦晋，你这话何意？陛下不是一直想知道秦剑是谁吗？那臣今日便让陛下看个清楚。韩州，不可能！你死了！你明明死在流放路上了！六殿下。莫非儿臣回来了？我就知道你没死。秦念竟然是六皇子！当年废皇子没死，那流放路上的死讯。父皇，儿臣从北境活着回来了。你既活着，为何不早回京？回京？当年父皇不查私兵案，一炷香废我皇子位，太子派人在流放路上劫杀我，押送军要我死，刺客要我死，朝堂也认定我该死。我若回来，是回来再死一次吗？父皇，他冒名秦念，
私掌北境大军，又斩镇北侯窝坟墓柱，他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。皇兄还是这么会扣罪名。当年说我养私兵，后来派人杀我，如今见我活着回来，又说我不臣。今日儿臣不要封赏，儿臣只请父皇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重审当年私兵案。皇兄，你欠我的第一笔账，今日开始算。韩州，真的是你。母妃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母妃，儿臣不孝，让您在冷宫受苦了。你活着就好，你活着就好啊！父皇，此人绝不可能是六弟，六弟早已死在流放途中，这是兵部和刑部共同核验过的死讯。此人不过是与六弟长相相似，借北境战功冒充皇子，妄图混淆皇室血脉。可沈妃娘娘都认了呀。沈妃娘娘思子成疾，多年冷宫苦困，难免一时失神，母子情深，见到相似之人便认作儿子，也不奇怪。萧承景，本宫自己的儿子，难道还会认错？娘娘，事关皇室血脉，不是您一句认的就能定的。皇兄还是和当年一样，证据没看，罪名先扣。本宫是太子，自然要守皇室正统。皇室正统？那你可敢让我当殿验明身份？传太医院老太医。这张脸，赵太医，你曾为六皇子诊治多年，朕问你，此人是不是萧寒舟？六殿下幼年练剑，左腕曾被剑锋割伤，留下半寸血疤。还有，六殿下右肩后有一枚天生朱砂痣。陛下，是六殿下，这就是六殿下呀！就算他是萧寒舟又如何？他隐姓埋名，私掌北境大军，斩侯爵，立私旗，已是大逆不道。我若不隐姓埋名，早死在皇兄派来的刺客手里；我若不掌北境军，北境早被蛮王踏平；我若不斩镇北侯，三关百姓早被薛怀义卖给北蛮。皇兄别急，今日先验身份，接下来验你的罪。这是儿臣流放路上从劫杀统领身上搜出的东宫密令，请您亲眼看看太子当年是如何送儿中上路的。陛下，这印确是东宫内府私印。父皇，儿臣冤枉。东宫印信众多，难免被奸人盗用，这必然是有人栽赃儿臣。皇兄这话，我听着耳熟。当年我也说有人栽赃，可父皇没听。这是劫杀统领随身携带的太子府腰牌。这是他临死前亲口供认的血书，还有这几名黑水关刺客身上同样带着东宫密文，一次是巧合，两次还是巧合。小人奉东宫詹事之命，于黑水关劫杀六殿下。东宫詹事说，若六殿下入京，太子储位难保。胡说！你胡说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！现在你不是主审，你是被审的人。六殿下，太子之罪自有陛下裁定，但你私掌北境兵权，擅杀镇北侯，此事也需交代。丞相大人提醒得好，那就一起交代。镇北侯薛怀义通敌账册，白沙口开边门密令，青石堡幸存百姓血书，北蛮先锋供词全在这里。薛怀柱卖军粮给北蛮，开边门屠城嫁祸于我。我若等朝廷圣裁，青石堡3700户已经变成3700堆白骨。我斩他是军法，我不斩他才是叛国。陛下，北境送来的证据，臣已核验大半，薛怀义通敌基本属实。若非六殿下斩薛怀义，整北境军封狼山斩蛮王，大前北境恐已失守。父皇，
就算薛怀义有罪，也不能证明当年私兵案是儿臣所设。六弟现在拿这些东西，不过是想借战功逼宫。当年私兵案的真正证据我也带回来了。皇兄，你确定要继续听？父皇可还记得他当年负责清点私兵案兵甲的兵部郎中周慎？周慎，罪臣周慎叩见陛下。不是私兵案后畏罪自尽了吗？臣没有死，臣是被东宫的人追杀，断了双腿，逃到北境边镇，苟活至今。若非六殿下在燕回陈城查旧案，臣这条贱命也不敢再见天日。周慎，太子殿下，当年是您命人将3000死士兵册、几百副兵甲提前送入六殿下别院，又逼臣在清点文书上签名，臣不肯，您便抓了臣一家老小，臣妻儿7口皆死于东宫暗牢。这是当年臣冒死藏下的真兵册，所谓3000死士，实际是东宫私下豢养的死士营，后来为了栽赃六殿下，才改了名册归属。陛下，这笔记、印金、户籍编号皆可对上，当年私兵案恐怕确有冤情。陛下，当年退婚之事，臣女亦有罪。太子殿下曾令人告知顾家，说六殿下必死，若顾家不退婚，便与六殿下一同论罪。臣女怕了。殿下，当年我不该说您是谋逆之人，我若知道您是被冤枉的。顾清渊，你不是不知道我是被冤枉，你只是觉得那时的我救不了顾家，也救不了你。太子，证人有了，证物有，东宫密令有，死士名字也有，你还有什么话？父皇，儿臣承认，当年识人不明，被属下蒙蔽，可儿臣绝无谋害手足之心，这些事都是东宫詹事擅作主张。此事牵连甚广，朕会命3司会审，慢慢查清。慢慢查。父皇当年废我只用了1炷香，如今查太子却要慢慢查。陛下，不好了！东宫禁卫突然调动，封笔带嘴便倒，已经封锁宫门。程景，你要做什么？父皇，儿臣只是想让大前稳定。萧寒州今日带证据入殿，明日便能带北境军入京。他功高震主，又满心怨恨，您若不除他，大崔迟早落到他手里。所以你就敢封宫？父皇，儿臣不封宫，今日就要死在这里。你刚才已经动摇了，你想废我，对不对？果然，在你们眼里，我永远比不上萧寒州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你忌惮他；他死了，你又念着他。现在他带着北境战功回来，你便想把储位还给他。储位？我今日要的是公道，是你自己把谋反2字写在脸上。成王败寇，若我今日杀了你，史书上只会写太子平乱，诛杀假冒皇子的北境反贼。全家亲卫，破门！拦住他们！太子有令，不准北境军入宫。北境统帅令在此，奉六殿下令，护驾平乱，挡路者按叛军论处。放箭！好啊！太子的兵干涉斩门王的玄甲军，快门！都别动！谁敢上前一步，我先杀了父皇！
程景，你疯了！那是你父皇！闭嘴！若不是你生了萧寒州，我何至于此？程景，放下剑，现在回头，朕还可留你一命。留我一命，就像当年留萧寒州一命，再让他死在流放路上吗？父皇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根本不在乎真相，你只在乎谁威胁你的皇位。萧寒州，跪下。哼，你不是要公道吗？跪下，我就放父皇。我让你跪下！东宫叛军，放下兵器者不杀，敢负隅顽抗者，斩！萧寒州，你自别死在里面，你的身份我还没听你亲口说完。你的兵来了，好啊，那就让他们看着皇帝死在你面前。啊！萧寒州，我当初就该亲自去北军，我该亲眼看着你断气。你最大的错，不是没杀我，是你把我送去了北境。父皇，父皇，太子谋反，证据确凿。这一次，您还要慢慢尝。萧寒州，你不能杀我！萧寒州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太子，我是大前储君。你是太子，所以你陷害兄弟，派人劫杀，伪造私兵案，封锁宫门，挟持父皇，这每一桩都比普通人更该死。父皇，救我！儿臣是一时糊涂，儿臣是怕他夺位。陛下，当年韩州被废时，您说国法不可废，今日太子谋反，难道国法就能缓一缓吗？父皇，这一次不是儿臣要不要杀他，是大前律法该不该杀他。太子萧承景谋害皇嗣，伪造罪案，刺杀功臣，宫中作乱，按律当废除。诛！不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我是太子，我是未来的皇帝。萧寒州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不过是从北境回来的一把刀。父皇今日能忌惮我，明日也会忌惮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今日不是回来求父皇信我，我是回来把所有账都算清楚。六弟，我错了，当年是我一时糊涂，你饶我一命，我可以去守皇陵，我可以永不回京。流放路上，老太监替我挡刀的时候也求过你的人；燕回城3000残兵等粮的时候，也没人饶过他们；青石堡百姓死在蛮刀下时，也没人给他们第二次机会。萧承景，太子位之位，你做到底。太子已伏诛，接下来该轮到那些替他递刀的人。冷得像千年寒冰。哼哼，丞相大人，您要去哪儿？六殿下，太子谋逆，老臣亦痛心疾首。只是如今宫中大乱，老臣想去安抚百官，稳定朝局。稳定朝局？当年伪造私兵案，是你递给父皇的兵策；流放旨意是你拟的；沈妃入冷宫是你带头附议的；黑水关刺杀失败后，替东宫遮掩死士身份的刑部文书也是你的人改的。现在你说你痛心疾首，污蔑！老臣辅佐陛下30年，岂容你空口攀咬？
带人。小人乃丞相府幕僚，当年私兵案兵册是丞相府连夜改写，东宫死士营的名册被换成六皇子府暗卫名册，小人这里有原稿。陛下，印章、笔记、纸张年号皆对得上，这确是当年兵册原稿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！萧寒州手握北境兵权，想清算谁，谁就有罪。你错了，北境教会我，杀人要有刀，清算要有证据。这是太子给你的亲笔信。若私兵案成，三皇子领禁军，太子文储位，丞相府得江南言语3成。丞相大人，您卖我一条命，换了3成盐令，这买卖划算吗？陛下，老臣一时糊涂，老臣都是为了朝局稳定啊！当年六殿下锋芒太盛，朝臣多有拥护，太子储位不稳，若不早断，必生党争。所以你们为了避免党争，先制造冤案。为了稳定朝局，先毁一个皇子；为了大钱，先卖掉大钱的公道。天下疑心，父皇可真正当年您说我让心的，是他们这些人，也是您。为了大钱，先卖掉大钱的公道。父皇，当年您说我让天下疑心，可真正让天下寒心的，是他们这些人，也是您。陛下救我！老臣服军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北境战死的老卒也有苦劳，他们的抚恤被吞噬，你可替他们说过一句话？丞相勾结东宫，伪造冤案，扰乱朝纲，革去官职，押入天牢，3司会诊，其族中参与者一个不漏。殿下，求您放过顾家。殿下，当年退婚是我不对，可顾家也是被逼的。太子说，若我不退婚，顾家就会被连坐。我只是一个女子，我没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，你可以沉默，可以退后，可以不说话。可你当年在太极殿上亲口说不愿嫁给谋逆之人，那句话替太子给我钉上了最后一根钉子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这些年我在东宫过得并不好，太子从未真心待我，我也常常想起殿下。你想起的不是我，是那个本该成为战神，成为镇北王，让你风光无限的萧寒州。不是的，殿下，我是真的后悔了。你后悔，是因为我活着回来，不是因为我当年受冤。顾家若参与私兵案，该查；若只是被胁迫，该免。一切按律办。你跪我没用。你对他倒是比我想的平静。北京死人太多，我没有那么多情绪分给旧人。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太子死了，丞相倒了，私兵案翻了，你已经讨回公道了。还没有。太子能害我是因为他是太子，丞相能造假是因为他掌朝权，镇北侯能卖北境是因为父皇给了他兵权却从不查。这不是几个人烂了，是这个朝堂烂了。所以你要夺位？我原本只是想问一句凭什么，后来我在北境明白，光问没用，坐在上面的人若不改，下面的人永远要死。那就坐上去，但别忘了你是怎么从北境走出来的。父皇，我们该谈谈了。韩州，朕承认，当年是朕错了。朕被太子、丞相蒙蔽，没有查清真相。你受苦了。
父皇不是被蒙蔽，父皇只是觉得废掉一个儿子，比查清真相更省事。你恨朕？恨过。流放路上，我带着铁甲被刺客围杀时恨，在杂兵营啃冻馒头时恨，看见北境老族战死却连名字都没人记时也恨。可后来我没空只恨您。北境军饷被克扣，您不知道；镇北侯养寇自生，您不知道；青石堡被屠，您也是战报到手后才知道。父皇坐在这张龙椅上，却离天下越来越远。这样的皇帝还能守大前多久？放肆！朕是你父亲，也是大前天子。北境死去的10万将士也有父亲，青石堡死去的孩子也有母亲，被私兵案牵连处死的士子也有家人。父皇，您的父子情只给自己留了体面。陛下，太子谋反，朝局震荡，北境诸军指认6殿下，若此时处位不定，天下必乱。三思何任？私兵案确为冤案，朝臣联名，请陛下立6殿下为储君，重整朝纲。你们都逼朕！好，朕退。儿臣谢父皇成全大前。六皇子萧寒州北境平蛮昭雪旧案，功在社稷，即日起继承大统。这张龙椅不是朕一个人杀出来的，是北境将士用命拖起来的。今日登基，他们该看见。老马，你看见没？将军真坐上去了。别叫将军了，该叫陛下了。你等这一天很久了，为何不做？这个位置不是抢来的，是他们一刀一刀替我杀出来的。我得坐得稳，也做得对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朕登基第1日，颁4道旨意：第一，北境军饷设专册，直达任何官员不得克扣，战死将士抚恤必须入户，盗人冒领者斩。第二，当年私兵案重审，所有被牵连处死、流放、抄家的无辜者一律平反，归还家产，抚恤后人。韩州，你父皇欠他们的，你还了。第三，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宗室贵入若在以权压民，按律加一等。第四，废旧边军空额制度，设巡边御史3年一换，不得与地方大门联姻结党。朕不想再看见第2个薛怀义。第三，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宗室贵入若在以权压民，按律加一等。第四，废旧边军空额制度，设巡边御史3年一换，不得与地方大门联姻结党。朕不想再看见第2个薛怀义。朕从北境回来，不是为了把自己受过的苦加在别人身上，朕是要让这天下的人知道，公道可以迟，但不能死；边军可以苦，但不能被卖；百姓可以穷，但不能被当成蝼蚁。愿为陛下，愿为大前，子战！废皇子萧寒州被流放北境，化名秦念，从杂兵营起事，斩百夫长，获燕回，诛镇北侯，杀蛮王，清朝堂，
最终登帝位，改年号武昭。